这是一台 CPU 超级强大的迷你主机，数一数二。这是一台 GPU 最强的迷你主机，没有之一。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 i9-14900KF 标压 CPU 以及 RTX 4090 16G 独显的 FEVM FN60G-WE。今年我们测试的独显迷你主机以这两台为最强，原子侠 G7PT、阿麦奇 MEA。而 FN60G-WE 不但要从 GPU 性能上和上面两台较量，这个可能不大难，而且还要从 CPU 性能上看能不能争夺第一。大家觉得装置这台小主机里的 CPU 有可能争夺我们迷你主机 CPU 性能的第一名吗？FEVM FN60G-WE 装置英特尔 i9-14900KF 标压 CPU 24核32线程，装置 NVIDIA RTX 4090移动独显 16G GDDR6 显存，双通道 DDR5 内存52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7。别看包装如此精美，我拿到的其实也是工程样机。可更换电源插口，短 WiFi 电线，这电源是最小的大功率氮化钾电源，不是大板砖，20伏 16.5 安，一共330瓦功率，品牌是上寻。小主机顶部有厂商的 logo， 入手挺沉的，实在是太重了。前面板USB 3.2 精一 A 口 5G bps USB 2.0 接口 SD 卡插槽 USB 3.2 精2 C 口 10G bps 耳麦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USB-C 独显接口输出 DP 信号 HDMI 2.1 接口双 DP 1.4 接口双 WiFi 外置短天线核显的 HDMI 接口双 2.5G 网口，双 USB 3.2 精2 A 口 10G bps， 双 USB 2.0 接口，20伏电源接口，后部两侧顶部底部都有通风口，底部有适应产品型号。卸下底盖试扣螺丝，轻轻揭开底盖，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底盖背后有系统风扇，双 DDR5 内存插槽，一组 PCIe 4.0 x4 的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PCIe 4.0 x4 的插槽，旁边是英特尔 BE200 的 WiFi 7无线网卡，没有堆叠。进入 BIOS， CPU 是24核32线程的 i9-14900KF， 内存显示5200兆赫兹，这里是2根 48G 共 96G 内存，太富裕了。PLE 设置的是125瓦，在迷你主机上125瓦释放那是太强了。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保持一条直线稳定在125瓦，整机功耗222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3.8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考的1个小时内， FN60G-WE 的 14900KF CPU功耗一直保持125瓦，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是最高81度，原厂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5度，温度很低，散热效果惊人。我们首先使用 FN60G-WE 的 i9-14900KF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6分45秒，共计405秒。405秒的成绩非常好，好到屈居所有迷你主机的第2名，仅仅比 7945HX 差6秒。从这里也看出，它就只和 7945HX 争雄，其他的 CPU 和它们俩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CPU-Z 多线程 13944.9， 单线程 901.1， 单线程是所有小主机中最强的，多线程仅次于 7945HX 一点点。Geekbench 5多核20460
单核2122，多核成绩比7945HX 高了一点，单核仍然是最强的。Geekbench 6，多核18402，单核3052。不管是多核还是单核，都是第一名，多核高了不少。Cinebench 223，多核31225，单核1717，多核成绩稍稍低于7945HX。Cinebench 2024，多核1723，单核101，多核成绩比7945HX 高了一点点。Passmark 多线程53535，单线程4793，多线程成绩不如7945HX， 单线程还是领先。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FN60G WE 14900KF 125瓦的性能释放，多核性能和7945HX 各有胜负，伯仲之间。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2295395， CPU 得分1035405。我们还给这台 FN60G WE 运行了 OpenW 测试 ，AES 804,904， XX20 438,493， Core Mark 756,314。在 Core Mark 成绩上，在英特尔大小核 CPU 里排在最前，低于正常大核的 7945HX。F1VM FN60G WE 它装置了 RTX 4090移动独显。我们先跑 3D Mark 的测试 ，TimeSpy 19162，大概比 ROG Luck 的 4070M 高了接近 60%。FireStreak 46136，比第二名的 G7PT 的 7600M 高了接近 50%。Steel Lumen Light 149.03 FPS， 比第二名的 MEA 的 3080M 高了 60% 多。接着来看 RTX 4090功耗表现，我们先单考 RTX 4090，看到它平均跑在115瓦，接着加入 CPU-Z 压力测试来双考，峰值仍然是维持115瓦 ，i9 14900KF 保持在125瓦稳定输出。接着来玩游戏，地平线5 4K 极端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普通场景90多帧。复杂场景80多帧。挑战一下地平线5 4K 自定义画质，打开8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所有画质选项全拉满，普通场景接近70帧。复杂场景60帧出头。地平线4 4K 自定义画质，打开8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所有画质选项全部拉满，全程100帧以上。荒野大镖客2 4K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66帧。古墓丽影暗影 4K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87帧。最后我们测试黑神话悟空 4K 超彩60均衡模式，使用 DLSS 开启正生成，画质自定义，把阴影质量、特效质量、毛发质量、全局光照设置为高，其他超高。
测试结果是平均帧71帧。实战一下。这就是 RTX 4090移动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目前这块显卡的游戏性能算是迷你主机中最强大的了。既然有了 16G 的 RTX 4090移动独显，我们必定会让它跑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探测色编程问题，最后结果是 55.68 token 每秒。DP 和 Type-C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144赫兹8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DP 和 Type-C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8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RTX 4090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4800兆 B 每秒，达到了 PCIe 4.0 X4 普通入门水平。WiFi 测试英特尔 BE200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79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使用中兴通讯 BE7200 加 WiFi 7 AP 贴脸测试，跑到了接近1800兆 bps。Realtek 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FEVM FN60G WE 装置了 i9-14900KF CPU 和 RTX 4090移动独显 ，CPU 125瓦的性能释放 ，GPU 11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考试整机功耗354瓦，待机最高功耗45瓦。按上面这个结果，咱们330瓦的氮化镓电源非常危险，建议厂家换用更高功率的电源。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7度 ，SSD 待机温度37度。FEVM FN60G WE 装置了 i9-14900KF CPU。和 RTX 4090移动独显 ，CPU 125瓦的性能释放，性能在所有迷你主机中数一数二，和 7945HX 有来有回。GPU 115瓦的性能释放，图形性能在所有迷你主机中排第一。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水平，双 PCIe 4.0、双 2.5G 网口，还有 WiFi 7，四显示输出接口全部都是独显直连。说到缺点，电源是最大的问题，330瓦电源可能不够，应该更换更大的电源来保障小主机的正常使用。总结一下 ，CPU 125瓦的性能释放 ，GPU 115瓦的性能释放，各自达到了目前迷你主机的顶峰。散热优秀 ，CPU 性能、图形性能、散热、设计、做工，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它是本年度最强的独显迷你电脑。但是4090肯定不便宜，有需求的同学请直接联系厂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